这是一架鱼鹰，一架轻转旋翼机，是现今世界上唯一一种熟练运用该技术的飞机，也是飞行速度最快的直升机。它以可以在直升机状态和固定翼状态之间转换而闻名，堪称飞机中的变形金刚。它也以时不时就摔一架，一摔就摔死几十个美国大兵而闻名中外，堪称寡妇制造机。那么鱼鹰究竟有怎样的魅力，能让其在研制初期5架原型机摔2架，40%事故率的情况下，还能力排众议的研制出来？它的安全性真的如此不堪吗？欢迎来到 Chris 军事基地，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架美军快乐机到底是一架怎样的飞机。提到鱼鹰呢，就不得不讲它的研发契机。1979年11月4日，大约3000名武装学生袭击了位于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并劫持了馆内66人当作人质。在多次谈判未果后，美国军方计划开展一场代号为鹰爪的救援行动。这场救援行动的复杂程度呢，即使是简单描述也让人觉得恐惧。首先，8架海上种马直升机搭载陆战队员从波斯湾的尼米兹号航空母舰起飞，但由于航程不足，只能先抵达德黑兰东南部的沙漠地区，与6架提前到达的载有补给和燃油的 C-130会合。在完成加油补给后，飞往德黑兰附近并营救人质，然后在 AC-130的空中掩护下前往体育场，在体育场呼叫直升机接应，前往提前占领的机场，再在机场一同搭乘 C-141撤离。这简直堪比在自家花园打 COD。计划呢，也是不出意外的出意外了。首先，8架直升机从航空母舰起飞后遇到了沙暴，其中1架就因严重故障折返，另1架在到达后出现故障，只能放弃。2架在沙暴中迷路，好不容易突出重围，落地后，其中的1架存在极大的液压故障风险，也只能放弃。行动在还没开始就已经损失了3架直升机，5架直升机已经不足以搭载所有人员，任务只能被迫终止。卡特总统也同意了该决定。然而更搞的还在后面，检查发现5架还能飞的直升机中有1架燃料不足以飞回航空母舰，需要再加油，于是其起飞，飞往更靠近 C-130的地方。直升机产生的强大气流卷起地面的沙尘，让驾驶员几乎什么都看不到，无法判断方向。在沙尘中一头撞向地面的满载燃油的 C-130， 顿时间一片火海，8名美国大兵当场丧生。特种部队的指挥官沃特一看，好家伙，这还没救人质，先损失4架直升机，死8个人，这还哪敢待呀？赶紧跑路吧！直升机也不要了，所有人赶紧乘坐 C-130 撤退，留了4架海上种马直升机送给伊朗人作为秘密来访的礼物。伊朗人呢，当然理所应当的将这4架直升机编入了部队，其中3架在今天依然作为扫雷直升机在其海军服役。在行动失败后，美国军方意识到他们需要一款全新的飞机，要兼具 C-130 的航程和运载能力，还要有能在航母上部署的垂直起降能力。1981年，联合军种先进垂直升降机计划启动，其接载为军队提供满足新要求的运输载具。美国陆军发起了这个项目，美国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随后加入，众多飞行巨头都加入了招标中。最终，有着丰富轻转翼经验的贝尔公司联合波音公司轻松获胜。基于 XV-15 的基础上，其开发速度相当快。1988年5月，鱼鹰举行了下线仪式，首次公开亮相。但随后这个项目就迎来了源源不断的噩耗。1991年，一架原型机在飞行员的误操作下撞击地面，导致飞机坠回起火。不过好在2名驾驶员只是轻伤。1992年，在一场公开演示活动中，鱼鹰的右发动机发生故障，导致飞机在海军陆战队、国防部官员和观众面前坠入波托马克河，机上7人全部遇难，鱼鹰也因此宣布停飞11个月。最黑暗的一年是2000年4月，一架鱼鹰在降落过程中撞上涡环坠毁。12月，其飞控软件故障，导致一架鱼鹰坠入森林。2次事故夺走了23个海军陆战队员的生命，鱼鹰再次停飞，整个计划悬而未决，遭到各方批评，
然而，国会方面却在力排众议的大力支持此项目。在历经多年的调整和评估后，终于在2006年11月16日开始服役。在服役后，鱼鹰也保持了其优良传统，平均下来可以说是2年摔一架，让人们对鱼鹰的安全性大为质疑。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早在一篇2011年发表的统计数据中就显示，V-22鱼鹰的安全率已经晋升至全美最安全的军用飞机之一，其大多数系统都是双倍甚至3倍冗余的安全设计，其每小时的事故发生率大约只有美国海军陆战队飞行机队平均事故发生率的一半。截止2022年，鱼鹰的飞行时间已经超过80万小时，事故万时率低于普通直升机，介于 CH-47 和 CH-53 之间，甚至在2013年，鱼鹰就已经进入美国总统专机机队服役，足以证明其可靠性。目前已有超过500架鱼鹰在美国各军种服役，除了美国外，日本陆上自卫队也拥有17架鱼鹰，部署在出云级直升机驱逐舰上。V-22鱼鹰长17.5米，翼展连同旋翼25.8米，机身更类似于军用轻型运输机，尾部凸起有坡道和双尾翼，下部有大型整流罩，内部放置油箱、设备和主起落架。V-22是一款高翼飞机，小跨度直翼两侧各有2段大型群副翼，用作副翼和襟翼。机体结构大约43%由复合材料构成，因此空重大约14.4吨，最大垂直起飞重量23.8吨。使用短场起降模式时，推进装置会转至前向45度，同时产生推力及升力，最大起飞重量可提升至27.5吨。考虑到 V-22是为内部空间紧张的舰船设计的，因此尺寸问题相当重要。通常的旋翼折叠已经不够，机翼还是过大，因此还需要折叠机翼，将机翼转动到沿着机身的位置，将飞机的跨度缩减到5.6米左右。折叠的过程呢非常简单，大约只需要90秒左右。V-22鱼鹰的机组人员大概3到4人，2名飞行员，1名飞行工程师，再加上1名执行其他功能的成员，例如武器操作师。鱼鹰的机舱相当宽敞，可以容纳32人或者24名全副武装的陆战队员，内部最多可搭载9吨货物，外部吊索可吊5.7吨货物。鱼鹰的动力装置设计得很精良，但也很复杂。2台大型涡轮轴发动机与变速箱和旋翼一起连接在单个吊舱内，吊舱又安装在机翼之上，可以在水平0度到97.5度之间旋转，所以通常以45度的倾斜角度起飞，以增加最大起飞重量。该设计相当灵活，吊舱可以在12秒之内旋转90度。为了防止单个发动机失效，鱼鹰在机翼中设计了一个传动装置，可以通过驱动器和转轴完成动力同步，使飞机在失去1个引擎的情况下也可以飞行一段时间。但如果同时失去2个引擎，那鱼鹰就只能变成滑翔机了。不过因为其巨大的旋翼在迫降的时候会提前接触到地面，大大增加了其滑翔迫降的难度。鱼鹰采用2台劳斯莱斯 T406 涡轮轴发动机，该发动机非常强大，巡航模式下有5890马力，起飞时的马力高达6150，以大力出名的超级种马也只有4380马力。如此大的马力是因为鱼鹰复杂的结构和横在中间的机翼在垂直起飞时消耗了不少升力，所以只能加大发动机的马力，力大专飞。据称，在后续的升级计划中，劳斯莱斯有意将马力提升至8000甚至1万。鱼鹰可以进行空中加油，但凭借其优秀的飞行速度和高度，鱼鹰也可以充当加油机。F-35B 在部署到2栖攻击舰后，大大增加了其作战实力，但也带来了如何为其提供空中加油的问题。传统加油机无法在2栖舰上起降，鱼鹰充当加油机是最完美的解决方案。这种做法虽然还没有大规模应用，但在技术层面已经很成熟了。由于早期频繁有因为飞行员操作失误导致坠毁的案例，鱼鹰对飞行员的招募极为严格，其必须具备熟练的直升机和固定翼飞机飞行经验，还要专门接受轻转翼的培训。鱼鹰提供了军方梦寐以求的飞行性能，其最大飞行速度可达510公里每小时，完美地解决了直升机的速度问题。而且其飞行模式更加经济，
可以大大提升航程，正常负载下航程高达1600公里，比传统直升机高好几倍，这还不包括空中加油。这是一张在伊拉克战场上 V-22和 CH-46E 作战半径的对比，可以明显看出鱼鹰的战略意义。鱼鹰最大飞行高度可达7220米，已经接近喷气式飞机的性能。如果在鹰爪行动中有 V-22，那么航程和沙尘暴都不会成为问题。总的来说呢，作为第一款大规模服役的轻转翼飞机，鱼鹰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尽管其存在很多问题，其使用成本还是过高，单机高达7400万美元，每飞行1个小时就消耗大约12000美元。但幸运的是，其还有大幅度的改进空间。第3代轻转翼飞机 V-280已经问世，其意在代替美国陆军数量庞大的黑鹰。随着轻转翼技术的成熟，会慢慢的代替越来越多的直升机。相信未来武装版鱼鹰也是有可能问世的。OK 了，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千万不要忘了点赞、转发、投币、收藏哦。我们下期视频再见。